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的婆婆是个极端的节俭狂，她的节俭程度简直让人啧舌。尽管身体无恙，她却执意将过期的药品一股脑吞服，自称这样既不浪费，又能强身健体。那些穿破的衣物都被她剪成小块，当作卫生纸使用，而且还坚持手洗后重复使用。无论我如何好言相劝，她都置若罔闻，依旧我行我素。后来，她竟然背着我偷偷减少我的药量，让我在病榻上险些丧命。我的丈夫却觉得我大惊小怪，无法理解老人的节俭之心，一气之下竟然打了我一巴掌。小姑子也站在她母亲那边，认为我看不起她妈，恶狠狠地让我离开她的家。然而，当我下定决心要离开时，他们一家人却残忍地将我打成残废，口口声声说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在充满恶臭、老鼠横行的屋子里，我最终受尽折磨而死。但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惊奇地发现自己回到了婆婆和小姑子把18种过期药往嘴里塞的那天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阻止他们。眼前，婆婆正在阳台上晾晒她那些经过手洗的特制卫生纸。客厅沙发上，小姑子在焦急地搜寻着感冒药，口中还不断嘀咕着什么。环顾四周，这里没有了之前那个阴暗、散发着恶臭的房间，也不见了曾经在我身上肆意爬行的老鼠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似乎获得了重生。小姑子已经将家里的药品翻了个底朝天，她皱着眉头抱怨着，这些药品都过期了。婆婆闻声匆忙走来，她拿起药瓶仔细查看后说道，才过期没几天，还能吃？这些药扔了太可惜，不如我们分着吃吧。她转向我，不满地说道，又去买新药了，真是乱花钱，快去做饭，我饿了。我紧紧握着手中的药袋，将它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，然后默默走向厨房，眼角余光扫过桌上的药品，各种类型应有尽有。我知道，没有医生的指导，乱吃这些药很可能会中毒，甚至可能导致急性肝衰竭。上辈子，我曾试图阻止他们，却反被斥责不尊重长辈，浪费钱。后来，婆婆更是偷偷藏起了我治病的药，只为节省费用，却差点让我丧命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这时，婆婆开始大声斥责我，小姑子也冲我怒吼，而我的丈夫在医院里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。他们都不理解我，只看到我矫情的一面。就在我打算离开时，他们却联手伤害了我，将我囚禁在那个肮脏的房间里。然而，现在的我已经重生，我不会再让历史重演。嘿，帮忙倒杯温水来，这是小姑子在叫我，她总是这样直呼我，家里人都宠着她，随她怎么称呼。婆婆皱了皱眉，烧水可是要费电的。小姑子娇嗔的回应，可是这些药片太多了，用冷水我怎么吞得下去吗？我体贴地为她兑了半杯热水，又加了些自来水，调成了适宜饮用的温度。看着他俩将桌上五颜六色的药片一一吞服，我的心跳莫名地开始加速，带着一种莫名的兴奋。我转身走进了厨房，我打开抽油烟机，机器轰鸣的响声几乎掩盖了所有外界的声音。没过多久，我隐约听到厨房门外似乎有些响动，但我故意装作没听见，只是继续着手中的炒菜动作。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成功掩盖了门外的异响。在前世，我四肢俱断，无助地用头撞击着房门，哀求他们放我出去。
但他们却冷漠地用脚踹我的头，命令我闭嘴。我曾对他们付出真心，却得到如此对待。如今，我又何必再管他们的死活？若是他们想自寻死路，我绝不会出手阻拦。此刻，客厅里的婆婆脸色已经变得惨白，嘴角溢出了白色的泡沫，整个人无力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。小姑子则痛苦地捂着胃部，拼命用手捶打着房门。开门啊！你这个贱人，快送我们去医院！等到我老公回家时，地上的两人已经失去了意识。小姑子的头下是一滩呕吐物，她的手指还塞在嘴里，显然她尝试过催吐。然而，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。她冰冷的身体仍在不时地抽搐着，银行卡从我的耳畔飞过，啪地落在地面。你这女人，现在家里的钱都没了，你满意了？娶你真是倒了霉！你是想让他们俩送命吗？她责骂得不够解气，猛然给了我一巴掌，我的脸立刻红肿起来。你真是个灾星，连照顾人都不会，毫无用处。看你这样，难怪你家人都不要你，真是没心没肺。他再次抬手想打我，但被病房内的人及时制止了。我低着头，脸颊疼得近乎麻木。没错，不仅是我妈，我爸、爷爷奶奶也都抛弃了我。我只因为区区2000块的彩礼，就被送到了这个家庭。没有娘家的支持，他们便可以随意的欺凌我。我的工资卡、身份证都被他们控制，结婚证成了我的枷锁，让我无处可逃。但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结束了。婆婆的节俭已到了病态的地步，而这次的事件在她眼里或许只是小事一桩。婆婆和小姑子在医院仅仅待了3天，就因为怕花钱，不顾医嘱强行出院了。你这女人，看到我们吃药也不知道提醒，是不是盼着我们死？小姑子猛地给了我一拳。她今年刚满18岁，力气正盛，我被她打得一个踉跄，几乎站立不稳。我之前曾多次提醒他们慎食隔夜饭菜，避免食用长时间冷冻的肉类，但他们对我的劝告总是置若罔闻，还斥责我过于奢侈，追求不切实际的生活方式。每次好心提醒后，反倒被他们禁止上桌吃饭。如今自己吃苦头了，却又埋怨我当初没有提醒到位。不远处，婆婆正在垃圾桶旁仔细翻找，她四下张望后，拎起一个黑乎乎的袋子，对我们示意：快回家，看我找到了什么宝贝。我瞥见那熟悉的包装，心跳不由加速。尽管刚才小姑子才对我动了手，但此刻我仍急切地拉着她，跟随婆婆匆匆回家。婆婆费尽9牛2虎之力才打开那个黑袋子，里面露出了那片鲜红的牛肉。小姑子的舌尖舔过嘴唇，这是新鲜的牛肉，而且还不少呢。妈，我想吃。好，这次我们遭了这么大的罪，确实应该好好补补。婆婆话音刚落，便像防贼似的把牛肉藏到了身后。这肉今天我来处理，你不准碰。他们完全没有去思考，这么珍贵的东西为何会被人丢弃，更没有去深究，为何这袋牛肉会被如此严密地包裹起来。紧接着，婆婆和小姑子走进了厨房，并紧紧关上了厨房的门。我在门外冷笑，这东西我求之不得不要吃。前世我曾偷偷藏起了牛肉，不让他们发现，结果却是闹得不可开交。他们斥责我不孝，抱怨我连肉都不肯与他们分享。那些好事的邻居也被惊动，纷纷站在婆婆一边指责我，让我背负了刻薄媳妇的恶名。紧接着，警察突然到访，说明了那肉其实是被原主人的孩子误泡了农药后被丢弃的。
原主人在扔掉肉后，又因担心有人误食而打算妥善处理，却发现肉已不见，于是急忙报警。警方通过监控录像追踪到肉被我婆婆拾走。我琢磨着时间线，知道婆婆为了省燃气，总喜欢把肉煮得半熟，这意味着从婆婆捡到肉到警察来访的这段时间，他们一家人很有可能已经吃完了那有毒的牛肉。不久，厨房里飘来了令人垂涎的肉香。小姑子推开厨房门，破天荒地主动将饭菜端上了桌。老公也恰好下班，大摇大摆地坐在了餐桌的主位上。我殷勤地去取碗筷，而婆婆在盛牛肉时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：“别拿你的碗，没你的份。”我微笑着点头。婆婆和老公都辛苦了，确实应该好好补补。小姑子站在门口插话道：“喂，我也很辛苦的好不好？”想想也是，小姑子自从初中辍学后就一直没找工作，全靠我和老公养着。她每天在外面玩到深夜才归，也算是辛苦了。牛肉足足炒了3大盘，每个人面前都放了一盘。我识趣地退到沙发上，喝着早上剩下的粥。吃吧，尽管吃，最好连一点肉渣都不剩，毕竟农药的毒性可比感冒药猛烈多了。老公目光灼灼地盯着那盘牛肉，这美味的牛肉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的预算不是已经耗尽了吗？小姑得意地挺起胸膛，这是妈妈在路上偶然发现的，别人都没这好运气，还是我妈有眼光。婆婆面带得意之色，说到勤俭持家，你们可得跟我学着点。老公随即附和：是啊，我们一直在学习，但妈妈您真是太出色了，我们望尘莫及，不仅勤俭，连运气都这么好，这个家多亏了妈妈。家中洋溢着欢声笑语，和睦融洽。身为一家之主的老公突然想要彰显一下自己的威严，他一边咀嚼着牛肉，一边用凌厉的目光贴向我：你平时要多向妈妈学习，别整天无所事事，看你赚钱也不行，省钱也不会，还治什么病？多锻炼锻炼，身体自然就好了，以后别再去医院浪费钱了。小姑也随声附和：就是，那钱拿来给我买新衣服多好，容易生病就是体质太弱，多跑跑步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我默默地喝着粥，不加理会。前世我的病本可以治愈，却因为婆婆偷偷藏起了我的部分药物，导致病情加重。这一次我仔细清点了药物，严格按照医嘱服药，身体状况已经大有改善。我在考虑何时再去复查一次，只有看到检查报告，我才能彻底放心。餐桌上，其他人吃得津津有味，婆婆心疼地将部分牛肉夹到我老公的碗里，叮嘱他多吃点，工作才有精神。小姑吃得细嚼慢咽，突然她夹肉的手一颤，脸色骤然变白，她猛地拍了拍胸口：妈，我感觉呼吸困难。我明白，那是剧毒开始肆虐的信号。婆婆慌忙端来一杯温水：别急，慢点吃，如果噎到了就喝点水，以后妈妈再给你找好吃的。然而就在小姑子接过水的瞬间，老公突然重重地栽倒在面前的盘子上，牛肉和盘中的酱汁溅了他一脸。我心中五味杂陈，既有紧张也有解脱。婆婆惊慌失措地去扶她的儿子：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婆婆力量不足，无法将沉重的老公拉起，她就这样狼狈地趴在桌上，背部剧烈的起伏。她的呕吐物很快就溢出了盘子，流满了整个桌面。小姑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：妈，我头好晕，医院。话音未落，她也昏倒在地。
头部撞击地板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的腹部剧烈地抽搐着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翻腾。这景象让人毛骨悚然。桌上的饭菜被小姑子的倒地动作带翻在地，溅了她一身。婆婆颤抖着声音叫我：“快打120！”这次她没有为了省钱而选择去小诊所，而是直接决定前往医院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老公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。他作为男人，吃饭速度快，食量又大，摄入的毒素自然也更多。婆婆在车上哭得撕心裂肺，她什么也没吃，怎么就死了？你们是不是根本没有尽力救她？护士们正忙碌地进行急救措施，无暇回应她的质疑。一到医院，小姑子被立即送去洗胃。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，他们认为是中毒症状，建议我们也进行检查，以确保安全。婆婆含泪前往检查室，而我也趁机复查了一下之前的病情。医生告知我之前的病症已基本康复，并叮嘱我以后要尽量保持心情愉悦。回想起车上老公那苍白的脸庞，我微笑着点头答应，我会的，不会再让自己郁闷了。老公的离世已成定局，而小姑与婆婆在洗胃后都虚弱地躺在病榻上，婆婆双眼红肿，反复哭诉：“我们只是吃了点牛肉，为何会中毒？究竟是谁想要害我们全家呀？”她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灾难，还以为是有人蓄意加害。婆婆的哭声让同病房的人都感到烦躁，纷纷选择离开病房透透气。面对高昂的住院费用，家境并不富裕的我们陷入了困境。婆婆无奈地打电话给亲戚求助，他们一到医院看到我，便立刻对我进行指责：“你这个儿媳妇是怎么当的？连自己的男人和婆婆都照顾不好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在古时候，你这样的早就该被赶出家门了。”记得上一世我住院时，这些亲戚也是这般态度。当时他们责骂我不懂得持家，只会乱花钱，甚至说我不如死了算了，免得拖累婆家。那时我遵从医嘱留院观察，却被他们强行要求出院。此刻我淡定地削着他们带来的苹果，心里暗想：既然你们主动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想轻易脱身。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婆婆在晚年痛失爱子，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0岁，头上的白发增添了不少。而这一次，他们依然没有选择住院治疗。当我背着小姑子抵达家门口时，警察正忙碌地试着打开我们家的门锁。婆婆如失控般冲向警察，挥舞着手臂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儿子刚走，你们就来欺负我这无助的老人吗？”警察观察到他的精神状态似乎有些异常，因此并未对他进行追究，而是向他解释了关于牛肉的事情。婆婆听后，愤怒地转向那个丢弃牛肉的人，试图与他发生冲突。“你这个没心没肺的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你要为此负责！”他声嘶力竭地喊道。然而，对方也并非善茬，暗中踹了婆婆几脚以作回应。“谁让你们去翻垃圾桶的？我包得那么严实，你们都能撕开，真是穷到极点了吧？”他反驳道。在警察的调解下，那家人最终出于人道主义赔偿了婆婆3万块钱，随后离开了现场。我们进入屋内，一条狗突然从里面冲了出来，它围绕在小姑子的脚边，欢快地摇着尾巴。尽管婆婆一直反对小姑子养狗，但小姑子还是偷偷在外面养了这只狗。这只狗是小姑子的朋友送来的，她因为狗吃的太多而养不起，所以希望小姑子能独自照顾它。小姑子躺在床上，
突然给了狗一拳：“滚开！早知道你这么能吃，我就不养你了。”我看到地上的盘子已经被舔得干干净净，很显然是被狗吃掉了里面的食物。我心里暗想，这只狗可能也活不久了。我默默地收拾好地面，将餐桌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婆婆和她的亲戚们在旁边肆无忌惮地议论着：“我这个儿媳妇啊，总是不安分。我真担心我儿子一死，她就会离开这个家。”亲戚们七嘴八舌地出谋划策。之前不是告诉你们要把他的身份证件都藏起来，还要去他工作的地方闹一场吗？没去吗？都是按照你们说的做的，连他的工资卡都在我手里。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。他要是不听话，你就动手打，打到他怕了就不敢跑了。要是还敢跑，那就是你打得不够重。我跟你们说，儿媳妇就是要打才会听话。我当初就把我儿媳妇的腿给打断了，她现在每天乖乖地给我做饭、洗脚，可听话了。众人喝着茶，言谈之中流露出的全是冷酷与残忍。家里的积蓄已经消耗殆尽，而老公还在医院里需要支付费用。婆婆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就将她送去火化，葬礼也是草草了事。她打算请来帮忙的亲戚吃顿饭就结束。小姑子的狗已经在厨房门口躺了一整天，一动不动。婆婆气得火冒三丈，想要打人，她不能打女儿，于是一刀结果了那条狗来泄愤。该死的狗！饿了一天就成这副死样子。小姑子好奇地站在一旁观看，原来杀狗是这样的呀。狗肉好吃吗？早知道当初就不养它了。这只狗每天吃的比我多，拉的也比我多，而且还咬过我。婆婆担心亲戚们看不起她准备的宴席，于是亲自下厨。她这么做是为了让亲戚们看到她的不易，从而多给他一些份子钱。我乐得清闲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亲戚们的目光像利刃一样在我身上刮来刮去，然而我对此毫不在意。我无法预测他们享用完狗肉后是否仍有心思为婆婆献计献策。婆婆精心烹制了丰盛的佳肴，整张餐桌琳琅满目。一盆香气四溢的狗肉占据了桌面的中心位置，格外引人注目。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探望，这盆狗肉极具滋补功效，我特地准备来为大家补补身子。婆婆热情地说道。亲戚们客套地交谈着，同时毫不客气地大块夹着狗肉品尝。座位已满，我独自站在餐桌旁，端着碗，享用着那些无人问津的素菜。夜幕降临，家里的卧室都被亲戚们占用。婆婆紧抱着她儿子的骨灰坛，与小姑子在客厅清算份子钱。哎，你哥哥也算是死得其所，这些钱足够为你寻觅一户好人家了。婆婆叹息道。小姑子不屑地唾弃，手指熟练地拨弄着钞票。我要嫁的人非富二代不嫁，而且必须是家中无牵无挂的那种。婆婆赞同的点头，那是自然。我女儿如花似玉，青春正茂，一般人怎能配得上她？小姑子嫣然一笑，等我有了钱，一定要让妈妈过上好日子。她转头瞥了我一眼，至于她，就让她继续留在这个家，为我哥哥守节吧，省得她到外面去招蜂引蝶。婆婆宠溺地搂着她，真是我的乖女儿，这样孝顺，到时候让她侍候我们俩就好。这种女人得时刻盯紧点，才让人放心。尽管婆婆一向节俭，但还是为她儿子焚烧了些纸钱，以作祭奠。由于屋内空间狭小，烟雾很快弥漫了整个屋子，呛得在场所有人都咳嗽不止。我刚想去打开窗户透透气，小姑子却突然捂着肚子哀嚎起来：“妈，
我肚子好痛，难道是医院没有把我体内的毒素彻底清除吗？我伸向窗户的手顿时停在了半空中，这状况显然是旧病复发了。婆婆急匆匆地端来热水，不停地劝小姑子喝下去，快，多喝点水，把毒素排出来就好了。她一边喂水，一边埋怨医院服务质量差，治疗不彻底就让人出院。然而，她似乎忘了，当初是她自己为了省钱，坚持要提前出院的。没过多久，屋内的亲戚们也纷纷捂着肚子冲了出来，一个个面露痛苦之色，脸色铁青。婆婆想要用同样的方法给他们灌水，但这些亲戚们对她儿子之前的中毒事件心有余悸，坚决要求去医院治疗。无奈之下，婆婆只得匆忙去拦出租车。我顺手将火盆里的火熄灭，看着未烧尽的纸钱，心想就让那个男人在九泉之下继续他的节俭之道吧。急诊室外，亲戚们因为上吐下泻而频繁进出，经医生诊断，他们这是轻微的食物中毒。亲戚们愤怒不已，指着婆婆大声斥责：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好心帮你，你却下毒害我们，还是嫌我们给的份子钱太少？”婆婆慌忙摆手解释，却插不上话。哼，别以为我们没听见你们在客厅数钱的声音，分明就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。你这老太婆真是胆大妄为，没了儿子还敢这么嚣张！我要去告你，我也要告。幸好我没带我孙子来，否则我孙子岂不是也要遭你的毒手？为了点钱，连自己的亲戚都要害，你真是丧尽天良！婆婆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我真的没有下毒啊，我女儿也肚子疼。我怎么可能连自己的女儿都害呢？小姑子的状况尤为严重，当医生将她推出急救室时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，近乎透明。婆婆扑到她身上，声泪俱下：“我的心肝宝贝啊！”亲戚们纷纷上前，试图拉开她：“别在这儿演戏了，你倒是说说，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中毒了，你却好好的？”“就是啊，你赶紧去把医药费结了，我还得再做个全面检查，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。”这番折腾一直闹到快天亮，每个人都疲惫不堪，身体的不适加上精神的压力，让大家的情绪都变得焦躁。几位女性亲戚甚至开始推搡起来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婆婆一个不稳被推倒在地，她泪眼朦胧地望向我，似乎在寻求帮助。我耸了耸肩，坦言道：“妈，你清楚的，我的钱都在你那儿。”这番话让众人更加愤怒，他们误以为婆婆是故意不出钱，有的人甚至开始对她进行搜身，想要找出钱财。婆婆何时受过这种屈辱？她颤抖着手，拿出了刚刚收到的3万块钱。然而，这还不够支付之前亲戚们垫付的住院费用。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亲戚们也不愿意再让婆婆拖欠。无奈之下，婆婆只能动用了她为自己准备的养老金。众人看着她的眼神充满了鄙视和不屑，她无助地靠在墙边，泪流满面。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？医院的护士走过来，示意她保持安静。她吓得紧紧闭上了嘴，只能无声地抽泣。我坐在小姑子的床边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露出了满口的牙齿。不过，说实话，我这婆婆还真是命大，难怪她平时连垃圾都吃得那么香。青春盛年，恢复力自然非同一般。小姑子经过短暂的医院疗养，便又变得活力四溢，但婆婆的积蓄已近乎枯竭，难以支撑昂贵的医疗费用，于是只得带着小姑子匆匆返回家中。然而，刚踏进家门，
便见几名警察迎面而来。我们接到报警，指控你们涉嫌投毒，请配合我们的调查。婆婆闻言，双腿顿时发软，声音尖利地辩解道：我都已经赔偿过了，为何还要如此对待我们？桌上的狗肉被警方带走进行检测，结果显示其中含有农药残留。此事若亲戚们不追究，或许能大事化小，但回想起那日亲戚们刚到，婆婆便与小姑子高调地数着钱，声音洪亮，无疑激怒了众人。亲戚们心中认定婆婆是故意炫耀，对他们的礼金表示不屑，因此这次他们决定不再轻易放过婆婆一家。面对警方的询问，婆婆泪流满面地指出狗是小姑子所养，结果小姑子因此被判入狱1年。婆婆跟随我回到家中，一路啜泣。桌上的狗肉已被警方查收，家中所有可能带有毒素的物品都已清除。短短时间内，我失去了丈夫，小姑子身陷囹圄，婆婆也几近崩溃。然而，我心情愉悦地打理着家务，静待婆婆的下一步举动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婆婆近日闭门不出，甚至将冰箱中存放已久的肉食全部丢弃。她也清理了房间内的废品和垃圾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房子焕然一新，显得宽敞明亮。婆婆紧紧抱着她儿子的骨灰坛，眼中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青春年华，体魄强健，复原能力自然出色。小姑子经过短暂的住院治疗，便迅速恢复了元气。然而，婆婆的积蓄因医疗费用而迅速减少，迫使她不得不带着小姑子提前回家休养。短短几天内，我失去了丈夫，小姑子身陷牢狱，婆婆也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。然而，我依旧平静地操持着家务，静观其变，看婆婆接下来会有何举动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婆婆近日深居简出，甚至将冰箱里长期冷冻的肉类全部丢弃。同时，她也清理了房间内的杂物和废品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房子焕然一新，显得宽敞而整洁。婆婆紧紧搂着她儿子的骨灰坛，眼神空洞而迷茫。儿啊，都是娘的错，如果不是我捡回那袋牛肉，你也不会。都是我连累了全家人啊！婆婆并不知道，即使没有那袋牛肉，也会有其他诱因。我曾经为她添置新衣，但她从未穿过，全部珍藏在衣柜深处。她身上总是穿着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旧衣，即使因此身上起了红疹，也始终不愿更换。那些已经无法再穿的破烂衣物，她会洗净后用剪刀裁成小布条，全当厕纸使用，而且总是手洗后反复利用。同一块肥皂，她既用来清洗贴身内衣，又拿来洗袜子，稍微冲洗后又拿去洗碗洗菜。或许她的身体在长期的磨砺中已经习惯了与各种细菌共存，所以这次才能幸免于难。面对她的自责，我连一句宽慰的话都不想说。当初看到小姑子受到婆婆的宠爱，我以为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我以为我的真心可以换来同样的真情。然而，有些人的心中并没有真正的善良。假期结束，我又回到了日复一日的上下班打卡生活，每天下班回家做饭、打扫卫生。我一点也不急躁，因为我知道婆婆很快就会重拾她的老本行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婆婆就又开始在垃圾桶里翻找，她的身上开始散发出垃圾桶特有的异味。但奇怪的是，她并没有带回任何战利品。我微笑着对她说：“妈，人生苦短，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只求个心安理得。你看，
之前的事你一点事都没有，肯定是老天爷在保佑你呢。若你总是这样郁郁寡欢，恐怕好运也会离我们远去呢。婆婆似乎被我的话打动了，她破天荒地称赞了我。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当初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是个难得的好媳妇。你安心去工作吧，妈会支持你，不会成为你的累赘。妈这是在为你节省开支呢。我微微颔首，表示理解。她从衣兜里拿出一个满是污渍的糖果，想要递给我。我婉拒了。妈，您吃吧，这辈子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您，这个糖果就当是我对您的一点孝心吧。婆婆听了，眼眶泛红，泪水滑落。她缓缓将糖果放入口中。婆婆这次显得格外慷慨。要知道，以往无论是变质的水果、发臭的猪肉，还是她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小吃，她从未与我分享过。不过，我对此并无多少渴望。自那以后，婆婆又开始往冰箱里囤积烂苹果，即使米饭馊了也舍不得扔。她还不时向我传授她的生活经验。这肉有点臭了没关系，用开水煮煮就好了，毕竟开水能消毒。外面的人哪懂得怎么过日子哟。我静静地看着她，一个个地剪去猪肉上的蛆虫，然后轻轻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没过多久，婆婆也开始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。她给我打电话求助，我告诉她我工作正忙，让她稍等，等我下班再处理。我了解她不愿去医院，于是就直接去楼下的诊所买了些止泻药给她。她吃了药后，笑着夸我会持家。然而不久后，婆婆的身体迅速消瘦，变得弱不禁风，甚至连走一步都显得力不从心。她告诉我她饿，我看着她，轻声说：“妈，我还得上班，如果没了工作，我就没法养您了。”她只能依赖床边的自来水来解渴，无休无止。直到某一天，她在床上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带着悲伤，将她的骨灰安葬在泥土之中。人们都说，老人家希望死后能如落叶归根。妈，愿你的根须伸长，能延伸回你的故乡。家中的纷扰平息后，我工作的专注度有了显著的提升，老板对我的看法也随之改变。在婆婆离世的第2个星期，老板提出希望我陪同他出差，若能成功吸引投资，新公司将由我担任组长。他小心翼翼地询问我：“你婆婆他们？”我便将这段时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他听后惊愕不已，同时也为我的坚韧感到欣慰。当初老板是出于同情才让我加入公司，然而我的婆婆曾到公司探听薪资，引发了一场风波。即便如此，老板也未曾辞退我。对此，我一直心怀感激。出差的进程出乎意料的顺利，我被调至临近城市，并从组长晋升为副经理。老板提醒我，若想更进一步，提升学历是关键。于是，我开始致力于学历的提升，同时工作也丝毫未受影响。当小姑子出狱的那天，我接到了原公司同事的电话，告知我小姑子到公司闹事，并询问我是否应告知他我的住址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告诉他吧，让他来找我。”现在的我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任他们摆布的我了。我毫不犹豫地驱车前往，亲自接小姑子回家，直接带她回到了我的居所。跨入家门，她表现得既兴奋又挑剔，双手四处探索着。这么个破落屋子，连家都不像家了，你该不会连我也要嫌弃吧？她挑衅地说道。别忘了，你是我嫂子，有责任养我一生。说实话，我哥和我妈的事情，我都怀疑是不是被你诅咒死的。我平静地回应：你希望跟着我，
你家的房子还在，或许你应该考虑回去住。”小姑子闻言大怒，猛地将我的电脑摔向地面，键盘上的按键飞溅出几颗，屏幕碎裂成蜘蛛网状。她愤怒地将我的化妆品统统冲入马桶。“我警告你，你毁了我的婚姻，如果敢甩掉我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”对她的威胁，我毫不怀疑，因为前世她确实这么做过。那时我被他打残后，被囚禁在屋内，除了爬行的蟑螂，屋里别无他物。但他却从外面捉来老鼠，放任它们在我的伤口上肆意啃咬。他兴奋地笑着，真没想到老鼠竟然真的喜欢吃肉。那我再去抓几只来陪你，省得你老是敲门，吵得人无法安睡。自那以后，直至死亡，我的身体日夜受到老鼠的噬咬。公司近期业务不多，我特意请了假，领着小姑子前往高档购物中心。我请她品尝从未尝试过的精致甜点，为她挑选名贵的服饰与珠宝。我还手把手教她如何化妆，让她渐渐形成了不化妆便不愿出门的习惯。这些让她感到十分满足。但他对我仍然毫不客气地直呼喂，一见面就伸手，“喂，拿钱来。”我微笑着给他发送了一个红包，让他随心所欲地消费。私下里，我联系上了婆婆的故乡亲友，他们一听到我婆婆的名字就差点挂断电话。那起事件之后，他们真心认为我婆婆是故意找茬，我费尽口舌，他们才愿意听我把话说完。没过多久，我带着精心打扮过的小姑子去见他们。见面的人自然是婆婆的故乡村民。他们村里有个风俗，对儿媳妇要求特别严苛，因此通常不会娶同村的女子。我直截了当地表示，小姑子已无亲人支持，但我愿意提供10万作为她的嫁妆。他们很快兴冲冲地赶到了我所在的城市。为了这次见面，我特意雇人给他们进行了形象改造，并请了几位演员扮演司机和助理。我拉着小姑子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是我客户家的公子，感情经历空白，既单纯又家底丰厚，你得悠着点。”小姑子羞红了脸，怯生生地与对方打招呼。她只回过一次老家，而且只待了短短半天，自然认不出对方来。双方的交谈非常愉快。我轻轻戳了戳小姑子的胳膊：“你和他一起出去走走，培养培养感情。”我看着他们上了我的车，朝着商场的方向驶去。小姑子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次日清晨了，她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说话也变得柔和了许多。“嫂子，我愿意和她共度一生。”这是她第一次叫我嫂子，却也是最后一次这样称呼我。我为他们购买了飞机票，送他们去旅行。然而，他们刚出机场，小姑子就被几名男子强行带进了一辆面包车。面包车疾驰而去，留下了一缕尘埃。我站在原地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我早已预料到这一切，毕竟这不过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。我转身走向停车场，驱车回到了家。家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了小姑子的身影，仿佛连空气都变得安静了许多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思绪万千，回想着从计划开始到现在的每一个细节。小姑子被带走后，会被带到一个偏远的小镇，那里有我事先安排好的人接应。他们会给她一个新的身份，一个新的生活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远离过去的阴影，重新开始。至于那个所谓的客户的儿子，其实是我找来的演员，他的真实身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在这场戏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。他的出现让小姑子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希望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继续过着我的生活，工作、吃饭、睡觉，一切看似平常。但我知道，小姑子的事情并没有结束。我需要确保她的安全，确保她能够顺利地开始新的生活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上写着小姑子在小镇上的生活情况。她已经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，开始了新的工作和学习。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小姑子笑容灿烂，仿佛已经忘记了过去的痛苦。我看着照片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对，是否应该让他知道真相。但转念一想，有时候善意的谎言也是为了保护一个人。我把照片放回信封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我知道这场戏已经落幕了，小姑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而我也应该放下过去的包袱，继续前行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喂，你好，我礼貌地说道。你好，请问是金珠玉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。是的，我是。我有些疑惑地回答道。我是滨清警局的警官，我们找到了一些关于你小姑子的线索，想请你来警局一趟协助调查。警官严肃地说道。我心中一惊，难道是计划出现了漏洞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迅速收拾了一下心情和东西，驱车前往警局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我知道我必须面对。到了警局后，我被带到了一个询问室，警官坐在我对面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。金珠玉女士，我们找到了一些证据，显示你小姑子的失踪可能与你有关。警官直截了当地说道。我心中一紧，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镇定。警官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小姑子失踪后，我也非常着急。是吗？可是我们调查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。警官说着，拿出了一份文件，这是你小姑子失踪前的通话记录。我们发现了一个频繁的电话号码，而这个电话号码正是你的。我看着那份文件，心中暗自庆幸自己早已做好了准备。警官，那个电话号码确实是我的，但是那只是因为我和小姑子之间有一些矛盾，所以才会频繁地给我打电话。只是矛盾吗？警官显然并不相信我的说辞。我们还调查到了一些其他的情况，比如你曾经联系过婆婆老家的人，还雇人打扮他们，以及请演员扮演司机和助理，这些行为都让人怀疑。我心中一惊，没想到警方的调查如此深入，但是我仍然保持着镇定。警官，我承认我确实联系过婆婆老家的人，但那只是因为我想让小姑子有一个好的归宿。至于雇人打扮和请演员的事情，那只是为了给小姑子一个惊喜。惊喜？警官冷笑一声，这个惊喜可真是够大的。不过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，才能确定你的说法是否属实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警官又问了我一些问题，但都被我巧妙地回答了过去。最后，警官告诉我可以离开了，但随时都可能再次被传唤。离开警局后，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。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计划并没有露出太大的破绽，但警方的调查还是让我心有余悸。我决定暂时离开这个城市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在离开之前，我给小姑子寄去了一封信，信中写着我对她的祝福和期望，希望她能够在新的生活中幸福快乐。同时，我也告诉了她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，
以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。寄出信件后，我踏上了前往新城市的列车，看着窗外飞速流逝的风景，我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情绪。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，但我知道我必须勇敢地面对一切。列车飞驰在铁轨上，带着我离开了过去的生活和回忆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准备迎接新的未来和挑战。在新的城市中，我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找了一份工作，租了一间小公寓，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。虽然有时候会感到孤独和寂寞，但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努力地融入新的环境，结交新的朋友，尝试新的事物。我发现，原来生活可以如此多姿多彩，只要我愿意去尝试和接受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已经过去了数年，我已经逐渐淡忘了过去的事情，也开始了新的恋情和生活。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小镇的信。信是小姑子写来的，她在信中告诉我，她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情，包括我为她所做的一切。她感谢我给了她一个新的生活和未来，也感谢我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。我看着信中的字句，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。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虽然我和小姑子之间已经没有了血缘关系，但我们之间的情感却比血缘还要深厚。我把信折成纸飞机，轻轻地飞向天空。我看着纸飞机在天空中翱翔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希望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勇敢地面对，因为我相信，生活总会给我带来新的惊喜和挑战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